挂了电话，烦躁了招了辆车去他的狐朋狗友家。咦，魏哥大忙人呐，怎么有空来？怎么样，晚上哥几个喝酒去？魏无羡习惯性的想应声，却又硬生生的顿住，换成了拒绝。这不像你啊，魏哥周围人的神色隐隐有些调侃。没办法，医生说不能就是不能。魏无羡耸了耸肩膀，调侃的人面露遗憾。我还以为你是家里那位管的严才不想去呢。魏无羡顿了一下，又恢复了笑容，哪能啊，这不是搅伤了忌口吗？行行行，那我们哥几个去了呀，家里有什么东西你就玩着想吃什么就自己拿。怎么说的跟被遗弃的狗似的。魏无羡本来就是来找消遣的，要是一个人待着也不必找他们了。没意思，他转头又去找了江澄和聂怀桑。魏哥，这男人呢，就是得到了就不珍惜了。魏无羡挑了挑眉，表面是不在意，内心却在想，难道蓝忘机是知道自己喜欢他了，所以试探自己，吊着自己？可蓝忘机不是这种人啊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？聂怀桑看他神色不变，就再接再厉。男人其实都是渣男，你看之前，还有你现在在家和他待的时间久一点，他就开始厌倦了，是不是？都没新鲜过，哪来的厌倦？但是不得不承认，聂怀桑的话好像对他起了那么一点作用。虽然知道蓝忘机不是那种人，但这些话到底是让他爱而不得的心畅通了一点。但也只有一点，但没什么作用。聂怀桑看他有明显的一点松动，就立马继续。魏哥，你看我们现在准备去旅游，要不你一起去？你看，一能让你家里那位体会一下寂寞空虚，二能出去放松一下，三魏哥你也能好好平复一下你这颗浮躁的心，毕竟眼不见心不想嘛，怎么样？行吧，你们安排。魏无羡一咬牙就做了决定。周一，蓝忘机甚至比平时更早的起了床，做好早餐，等了好一会儿都不见魏无羡。想到魏无羡也不可能这么早醒就去了公司上班，本想着中午再回家和魏无羡一起吃饭，谁知道推开门却只看到两个在客厅打牌的母亲。忘机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回来吃饭吗？你不是把小仙带去公司吃了吗？蓝夫人疑惑地看着他。蓝忘机闻言一顿，想说什么又忍住了，像是不甘心地走到楼上，确认了一遍魏无羡没有回来才作罢。他本来以为魏无羡最迟也会中午回来，但他足足等到午休过后，魏无羡都没有回来。不死心地拨打了魏无羡的电话，甚至已经想好用什么理由约束一下魏无羡，哪怕只有一下，只是想让他回家，结束这场莫名的冷战。谁知道刚拨出去 Sorry, that number you call is busy now, please later。 他本来以为魏无羡最迟也会中午回来，但他足足等到午休过后，魏无羡都没有回来。不死心地拨打了魏无羡的电话，甚至已经想好用什么理由约束一下魏无羡，哪怕只有一下，只是想让他回家，结束这场莫名的冷战。谁知道刚拨出去 Sorry, that number you call is busy now, please later。 冰冷的机械女声，国外的通话提示音。蓝忘机的心一沉，剩下的就是错愕，什么时候悄无声息地跑到国外去了？错愕之余，甚至还有一丝气愤，既魏无羡一声不吭，连交代都没有就跑出去了，就像回到刚结婚那一会。可是明明这段时间已经变好的关系，谁都没有提的婚前约法三章，他甚至都已经忘了，现在却突然想起来提醒他，他和魏无羡之前约好是互不干涉的。他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才下了楼。蓝夫人见他回来，已经起身准备做饭，没想到蓝忘机下楼后却没打算吃饭。蓝夫人赶忙叫住了他。忘机，不吃饭了？公司有点事。好，那你去吧。蓝忘机正想走出去，又被叫住了。忘机，小羡是出去玩了吗？蓝忘机的唇抿成一条直线，闷闷不乐地了一声。本以为藏色会说点什么，蓝忘机甚至期待他会管教一下，毕竟藏色平时和魏无羡斗嘴斗得那么欢快。谁知道藏色只是皱了皱眉头，骂了一句臭小子，就没了下文。现在真是只能靠自己了。可是魏无羡的电话一直接不通，蓝忘机毫无办法。毛里求斯，我操，我们怎么到这了？走出机场的魏无羡一脸懵逼，看着陌生的机场，发出了灵魂质问。他完全不知道聂怀桑他们决定去哪里玩，只知道要用到签证，完全没想到一句话都没有就把他带出来了。
他在飞机上睡了一觉就到这了。这还真是，他觉得有必要打个电话跟蓝忘机说一下自己的去向，但是想到那天早上的不欢而散，暂时按捺住了。没想到聂怀桑会主动让他打回去。魏无羡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疑惑，打一个吧，魏哥，你不打别人不知道你出来逍遥了。说让他寂寞空虚的是你，现在让我报备的也是你，这你就不懂了。你不表现的潇洒一点，怎么让他想多呢？你想想，你俩吵架了，你不在乎潇洒的出去玩，他呢？他躲在被窝里哭哦。你别瞪着我，没哭没哭，行了吧？护肤的男人不好惹。我们没吵架，魏无羡平静地说了一句，拿回手机却没有拨给蓝忘机。妈，死小子跑哪里去了？还国外漫游注意话费。我出来玩了，在毛里求斯。你和忘机是不是吵架了？藏色几乎是立刻反问。魏无羡顿了一下才道没有，我只是有点累了。藏色明显不信，但一时之间也没有说话。正当魏无羡以为这个电话会这么挂了的时候，藏色却突然出声了。妈妈是不是让你不开心了？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和一丝哽咽。魏无羡瞬间一慌，赶忙应道没有，是我自己想放松放松，不是因为别的什么。或者魏无羡感受不出来他前几句话给藏色带来多大的不一样，毕竟他们对魏无羡都是实施放养教育。魏无羡一向也很有主见和活力，藏色也是第一次听到他用这种迷茫又低沉的语气和他说话。做母亲的不是滋味，觉得是自己做了主，让魏无羡和蓝忘机结婚，让他被束缚到了，所以才带着伤都要去外面。但也很疑惑，他们才离开一个周末，就搞得蓝忘机莫名其妙的回家，和魏无羡一声不响的外出旅游。虽然魏无羡这些年的状况不计其数，但还是第一次受伤还往外面跑。魏无羡有多注重赛车手这个身份他们都知道，所以也很欣慰，至少魏无羡会因为赛车好好的注意身体。但这一次做母亲的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怎么了。魏无羡一阵缄默，他好像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有些伤感的话题，一下子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缓了缓才开口，妈，你别多想，我才刚下飞机，有点累了而已。昨天跟江城他们打了一晚上的游戏，我就是累了，真没事。那你跟忘机？我挺喜欢他的。魏无羡干巴巴的道，手指在行李包上划出几道深浅不一的痕迹。那就好，那你好好玩。藏色放了心，只要魏无羡起码有一点喜欢蓝忘机，他都是放心的，起码这让他知道当初的决定没有错。魏无羡回到了酒店，整个人直接投射到床上去，转头就打算让聂怀桑关门走人。谁知道聂怀桑却没有要走的意思。魏哥，你真不打个电话呀？魏无羡没吭声。